今天我要跟你彻底拆解一个困扰无数人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比特币挖矿到底在挖什么？我告诉你，它挖的不是金子，也不是虚拟的空气，它挖的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那就是信任。如果你听不懂这背后的逻辑，你永远只是在财富的大门外徘徊。听我讲，如果你现在手指头下意识的想把这个画面划走，那你可能真的要跟这辈子最后一次跨越阶层的财富洗牌机会擦肩而过了。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也不是在虚张声势。这条片子我没打算跟你聊那些听不懂的哈希率、默克尔数或者什么复杂的区块链底层代码，那些是留给领薪水的工程师去研究的。我今天坐在这里只跟你聊3件事：钱、人性，还有那个能让你翻身的信任逻辑。而且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拿出耐心看到最后，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关于2026年极其重要的隐藏彩蛋，那是我这几年翻身护命的终极布局，一个能让你在未来2年内看清财富流向的暴力信息差。只有这条视频几千分之一，真正有格局且能沉得住气看到最后的人才配拥有这份礼物。你有没有深夜睡不住觉的时候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每天勤勤恳恳，朝9晚5，累得像条狗，但你银行卡里的数字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为什么你省吃俭用存下的那点钱，在通胀的怪兽面前就像烈日下的冰淇淋一样迅速融化？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吗？绝对不是，是因为你还活在旧时代的奋斗逻辑里，而这个世界的财富分配规则早就变了。我几年前认识一个哥们，我们叫他老张吧。老张这人学历不高，也没什么背景，整天窝在家里摆弄几台嗡嗡响的破机器。当时我们这帮老同学背地里都笑话他，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搞什么虚拟币。结果呢，几年之后，当我们还在为了一点年终奖跟老板勾心斗角的时候，老张已经悄悄在市中心换了别墅，带着全家人环游世界去了。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大到让我3天3夜没睡着觉。我开始疯狂的研究这背后的逻辑，我才发现原来老张不是比我们聪明，而是他比我们更早看透了什么叫信任的转移。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信任银行，信任那张印住数字的纸钞，但你知不知道那张纸本身毫无价值？它之所以能换到面包，是因为背后的信用背书。可如果印钞机疯狂运转，你的信任就会被稀释，你的财富就会被偷走。而比特币挖矿这件事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它就是在解决这个信任崩塌的问题。它不是在土里挖金子，它是用电费和机器的算力，在虚拟世界里筑起一道没人能篡改的信用长城。它挖的不是币，挖的是未来世界的记账权。想象一下，我们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以前大家都信村长，让村长一个人拿着本子记账，谁借了谁多少钱全由村长说了算。但万一村长贪心了，偷偷改了数据，或者村长老糊涂了，把本子弄丢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金融系统的风险。于是村子里出现了一套新规则，我们不再相信村长一个人，我们让全村所有的大嗓门都来记账，只要有人做成一笔买卖，全村人就一起喊出来，大家在自己的本子上同步记账。而为了奖励那些最快把账记好且没出错的人，村里会给他发一些奖金。这个抢着记账，用大嗓门喊出来并获得奖金的过程，就是挖矿。所以矿工是在用体力、用电费、用真实的资源投入来保证这本账单的绝对真实。这就是我说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社会学问题，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数学和能量来代替对人的信任。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极致的贪婪，但也孕育着极致的机会。如果你能理解这种信任的底层逻辑，你就能看懂为什么在2026年这个节点，它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既然你已经明白了挖矿是在挖信任，你现在心里一定痒痒的在想，既然这东西背后的逻辑这么硬，奖金又这么诱人，那我现在冲进去买几台电脑放在家里挖，不就发财了吗？听我说，如果你现在还有这种想法，那说明你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盲区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撕开给你看的真相。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味和人性的贪婪陷阱。刚才讲到老张发了财，但我没告诉你的是，在老张身后有多少人倾家荡产，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就在2020年左右，我也曾被这种财富神话冲昏了头脑。我觉得自己看懂了逻辑，就等于掌握了财富。我也在自家书房折腾了几台机器，那简直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决定之一。那种矿机全速运转的声音，你根本想象不到。它不是那种风扇的转动声，而是像一架波音747客机24小时停在你床头轰鸣的高频尖叫，吵得我整整1个月没睡过好觉，甚至连神经都快崩溃了。
更惨的是，到了夏天，那几台机器散发出来的热量能把你家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桑拿房，进去1分钟就全身湿透。而当我拿到第1个月的电费单时，我整个人都傻掉了。那叠厚厚的单子上的数字比我辛辛苦苦挖出来的那点币还要贵。这在行内有个恐怖的名字叫关机币价，意思就是你挖的越多，亏的越多。你以为你在创业，其实你只是在给电力公司当廉价劳工，在燃烧你自己的血汗钱，去换取一串根本不能覆盖成本的数字。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我们总以为自己能跑赢市场，却忘了这场游戏早就从散户的后花园变成了巨头的修罗场。讲个真实到让人心寒的故事，我认识另一个朋友叫阿强，他在2021年牛市巅峰的时候眼红别人赚钱，瞒着老婆抵押了房子换了几十万去买那种被吹上天的最新款矿机。当时卖机器的中介把他当成财神爷一样供住，告诉他3个月回本，半年翻倍。结果呢，机器刚运到矿场，币价就开始雪崩，紧接住又是算力难度的疯狂提升。阿强那些昂贵的铁盒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堆在仓库里吃灰的废铁，甚至连当二手卖都没人要。他现在每天还要打2份工来还房贷。你要看清一个现实，在任何一场疯狂的淘金热里，最后真正赚到大钱的往往不是在河里弯腰淘金的农民，而是那些在岸边卖铲子、卖水、卖牛仔裤的人，那些生产矿机的巨头，那些手握廉价能源合同的电霸，那些收手续费的交易平台，他们才是这场游戏真正的赢家。他们利用你的贪婪，把风险转嫁给你，把确定性的利润留给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点点醒你，2026年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这不再是一个靠体力或者靠几台机器就能翻身的草莽时代，这是一个资本收割与能源博弈的战争。现在还在肠子里博弈的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中东的土豪基金，他们拿住接近零成本的电，用着军事级别的算力集群在进行降维打击。如果你还想着靠几台机器在家里发财，那无异于拿着一把水果刀去冲击坦克阵地。但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残酷的真相，不是为了让你绝望，而是为了让你清醒，因为只有当你彻底放弃了那些低效率的幻想，你才能看到真正属于2026年的暴利财富机会。现在的比特币正在经历一场从虚拟到实体的进化，它正在变成全球主权基金都在抢夺的战略物资。虽然我们不能当淘金的农民，但我们能不能学会当那个卖铲子的人，或者能不能学会像猎人一样守在资本必经的狭窄路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当这种信任转化为国家级别的竞争时，你该如何利用这种巨轮转向的惯性，去分到属于你的那一勺羹。因为真正的致富机会，往往藏在那些大家觉得已经太迟了、太难了的绝望时刻里。当你听完了前面的残酷真相，你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从那种狂热的盲目转变成了冷静的观察，这就对了，因为在这个市场里，冷静的人永远在赚热血沸腾的人的钱。现在是2026年，我们正站在一个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很多人会问我说，既然散户挖矿已经没戏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比特币这个游戏已经跟我们普通人没关系了？我的答案恰恰相反，现在反而是你这辈子最稳的一次进场机会。你要看清楚一个大趋势，现在的比特币已经不再是那些极客在车库里摆弄的电子玩具，它已经正式变成了全球各国央行、主权基金以及像贝莱德这种资产管理巨头桌上的标准配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比特币的波动红利虽然在减小，但它的确定性红利正在爆发。以前我们买币是赌博，现在我们布局是为了对冲全球法币通胀的集体大崩溃。讲个生活中的例子，就像你20年前看住市中心的土地，那时候到处是荒地，你买了一块，大家都说你疯了。但当摩天大楼一栋栋盖起来，银行、商场、政府机构全部搬进去之后，那块地就不再是土，它是核心资产。2026年的比特币就是数字世界的市中心，所有的算力资源都在向这点汇聚。我个人的投资逻辑在2026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不再追求那种几百倍、上千倍的土狗币，那种东西纯粹是消耗你的精力和运气。我现在看重的是生态位的占领。如果你家里没有矿场，如果你没有低成本能源，你该怎么办？你要学会投资那些手里有矿的上市公司，或者去布局比特币的2层网络。想象一下，比特币就像是数字世界的黄金地基，而2层网络就是在地基上盖出的金融大厦。现在这些大厦刚开始打地基，里面的租金收益和股权溢价才是普通人能抓到的倍数最高的机会。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心理秘密，大部分人在2026年会因为币价太高而不敢入场。
他们会去买那些便宜的垃圾币，这就是典型的贫穷思维。他们在追求数量的虚荣，而高手在追求质量的绝对。我认识一个学员，2024年他只有10万块，他没有去乱买机器，也没有去频繁交易，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比特币生态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他在2026年资产翻了整整5倍，而那些天天盯盘、进出频繁的朋友，最后反而因为心态崩溃，在牛市中途下车。这就是认知差带来的降维打击。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更深入地聊聊这背后的命运气场，为什么有些人注定拿不住钱，而有些人坐在那，财富就往口袋里钻。这里面涉及到了老祖宗传下来的风水智慧与现代数字科技的奇妙契合。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你整个人与时代能量如何共振的问题。如果你觉得现在压力大，钱难赚，那很可能是因为你还在逆着时代的火气在走。2026年是丙午年，火气旺到了顶点。你如果不懂得如何借火生财，你只会被这股浪潮烧得前前静静。所以，请稳住你的心神。接下来的部分，我会带你进入一个你从未听过的领域，去揭露那些顶级投资者从不对外宣传的算力风水与能量布局。这将会彻底刷新你对投资这2个字的定义。当我们聊完了资本的冷酷与投资的逻辑，你必须要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有些人能精准踩点，而有些人却总是慢半拍。这就涉及到了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一个绝密视角，数位风水与算力能量学。很多人觉得比特币是科技，是代码，跟老祖宗留下来的风水命理完全不沾边。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太天真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皆是能量，而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就是能量的转换过程。它把地球内部的化石能源或者自然的风力、水力转化为电能，再通过机器转化为这种永恒的数字算力。在我们现在所处的9运当中，也就是所谓的离火大运，离卦5行属火，代表的就是虚拟资产、电子科技、人工智能以及一切发光发热的事物。比特币作为数字黄金，完美契合了这20年最强盛的火属性能量。而2026年正是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赤马红羊年。这一年的火气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顶点。如果你不懂得如何顺应这股能量，你的财富就会像烈火中的浅草一样被瞬间蒸发。我曾经观察过很多大型矿场，那些能活过数个牛熊周期的老牌矿主，他们在选址和布局上其实极其讲究。我有一位在四川搞水电矿场的朋友，他当年的矿房选在了一处山水环抱的聚气之地。虽然机器产生的火煞极重，但他巧妙地利用了水冷系统，形成了风水学上的水火既济之势。那2年，即使币价大幅波动，他的机器折损率却低得惊人，整个人精神面貌也非常好。反观另一些只顾住堆算力，不顾空间流动性的厂子，内部燥热难耐，不仅经常发生火灾事故，管理人员也总是心浮气躁，最终在市场洗牌中狼狈离场。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在追逐算力的财富时，你必须要学会平衡这种火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你不需要去盖矿场，但你必须要整理你的数位财位。在2026年这个火旺之年，你的交易心态必须要守静居正。这在命理中叫以土化火，土代表的是稳定，是信用，是长期的坚持。如果你天天盯着5分钟线，情绪随之起伏，那你的能量场就会被燥火给搅乱，最后导致决策失误。我建议你把你的冷钱包或者重要的投资终端放在卧室或书房的安静方位，远离嘈杂与火源，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更是一种能量的梳理。你要明白，2026年的财富不再属于那些疯狂冒险的人，而是属于那些能承载住这股离火能量，内心稳定如大地的人。这种对能量流向的敬畏，会让你从一个投机者升华为一个真正的猎人。你会发现，当你的气场对了，财富不是你辛苦追来的，而是被你吸引过来的。在我们进入最终的收割策略之前，有一件比赚钱重要100倍的事情，我必须跟你交底。这是我这几年在币圈看过无数人一夜归零后总结出来的保命符，那就是在2026年这个数位资产高度透明化的时代，你该如何守住你的财富，而不被那些躲在暗处的猎食者盯上。你要明白，当你的资产从传统银行转移到区块链上时，你既是自己的银行行长，也是自己的保安队长。很多人在2026年的牛市里赚到了几辈子花不完的钱，但就在他们准备提现享受生活的前一晚，钱包被黑客洗劫一空，或者因为不小心点了一个所谓的空头链接，几千万的资产在几秒钟内化为乌有。这就是我要说的2026年最重要的一门课，数位资产的安全心法。
不要以为你是个复杂密码就安全了，在 AI 黑客技术爆炸的今天，你要学会资产隔离，要把你的长线资产放进永不联网的硬体钱包，也就是所谓的冷存储，而且那个助记词绝对不能截图放在手机相册里，这是在给小偷留后门。讲个我身边的惨痛案例，我认识一个技术大牛，他在2024年布局了大量潜力币，到了2026年初，资产已经翻了几十倍。但他有个坏习惯，喜欢在各种社群里晒自己的持仓截图，结果被黑客通过他的社交账号信息精准定位，利用钓鱼邮件黑进了他的电脑，在他眼皮底下转走了所有币。那种看住财富一点点消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能让一个成年人瞬间崩溃。而且你还要防范人性的黑暗面，当你暴富之后，你身边会突然出现很多好朋友和投资导师，他们会带着各种看似完美的项目来找你合作。记住我的话，2026年会是庞氏骗局最疯狂的一年，所有的骗局都会披上算力分红或RWA现实资产挂钩的外衣，他们盯上的不是你的利润，而是你的本金。所以财富的第一课不是进攻，而是防御，是学会隐藏你的财富，学会说不。在2026年，真正的赢家不是那个账户数字最高的人，而是那个能把钱安安稳稳带出赌场，转化为现实生活质量的人。这种防御意识是你财富护城河里最深的那道沟，如果你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那么接下来我要讲的终极收割策略，对你来说可能不是机会，而是通往深渊的门票。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核心地带，也是你坚持到现在最值得拥有的回报时刻。你要知道，在财富的世界里，耐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变现能力。2026年的比特币市场已经不再是那个谁都能进来踩一脚的泥潭，它已经变成了一座金碧辉煌但门槛极高的神庙。如果你还想着靠运气，那注定会成为这座神庙基石下的炮灰。我现在要公布那个承诺给你的 bonus 彩蛋，这是我这几年观察全球科技巨头布局后得出的一个极其暴力的信息差，那就是算力与 AI 能源的深度耦合。听懂这句话，2026年全世界最贵的不再是比特币，而是支撑 AI 运算的电力权力。我发现一些顶尖的矿场主已经开始秘密转型，他们不再单纯的挖比特币，而是把巨大的算力机房改造成了专门为大语言模型服务的数据中心，这叫一鱼两吃。比特币是他们的底层资产，而 AI 算力则是他们的现金流奶牛。如果你想在2026年抓到翻身的机会，请关注那些能够把传统加密算力无缝切换到 AI 运算领域的底层协议和基础设施公司，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卖铲子的人，而且是卖智能铲子的人。这是我个人目前布局最重的赛道，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项目清单，一定要在评论区留下算力2个字，我会把这份内部研究报告私下分享给真正有心的人。讲到这里，我必须跟你交底，所有的财富背后其实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如果你看完了这整段内容，却依然只想着明天能涨多少钱，那我的努力就白费了。我要你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更迭，是信任从中心化机构向去中心化算法的不可逆转移。我们正处在一个法币价值缩水的黑暗时代，而比特币就像是那艘诺亚方舟，挖矿则是这艘方舟的引擎。在2026年，请记住我的投资战术，放弃频繁交易，布局核心资产，关注 AI 算力交叉领域，并且永远保持你的现金流健康，不要借钱投资，不要在情绪高涨时梭哈。我要特别强调，这世上没有绝对稳赚不赔的买卖。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预测，甚至是所谓的财富密码，仅仅是我个人的投资观察与意见，没有绝对的对错，更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币圈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得学会独立思考，对自己的钱包负责，风险评估必须是你做任何决定前的第一要素。这段对话是我这几年血汗经验的浓缩，我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你心里发芽。最后，我想反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笔能改变命运的资金，你是会选择继续在传统的赛道里苦苦挣扎，还是愿意分出一部分胆识给这个代表未来的算力时代？你觉得2026年比特币真的能像专家预测的那样冲上云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因为真理往往在辩论中越磨越亮。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让你对财富有了新的理解，请一定要点赞、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还在迷茫的朋友。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拆解财富真相的最大动力。我们在未来的巅峰相见，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